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一期的视频非常特殊，因为我们要来体验钓鱼台国宾馆。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关注新闻的话呢，经常就会听到说啊，某某某国家的元首又来了，然后现在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他们。那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地方就非常神奇，因为它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是说你不能直接去买张门票，像我想参观故宫，然后直接走进去，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大家可以就理解为花了钱也进不去，一定是要靠一些套路才能进去的哈。去参观国宾馆之前呢，我们现在在钓鱼台大饭店，就是国宾馆旁边的一个配楼。那这个配楼呢，其实是新建的。国宾馆里边都是一个一个别墅，那元首都是住在别墅里边的。这个配楼呢，它就是跟传统酒店一样，是给那些元首的随从。说以前布什来的时候呢，布什住在钓鱼台，但是他随从住在香格里拉，就离得非常的远，不方便。后来有了这么个配楼，但是它现在这个配楼呢也是对外营业的，所以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呢，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来体验。现在我先来喝一下我的乌鱼蛋汤。现在桌上已经有几道菜了，除了我的乌鱼蛋汤以外呢，特色小炒肉，还有百合炒三素。看看就是钓鱼台跟其他地方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吧。又上了一道新菜啊，这个是狮子头啊，清汤狮子头，看起来没什么特殊的，但是我爸跟我说呢，这个是全北京最好吃的狮子头。就是我觉得可能这边跟外面的最大差别，就不是说它味道跟外面有多么大差别，但它食材绝对是最顶尖的，就是你可以找到最安全、最新鲜的。像这个狮子头呢，就是特别容易夹开，特别松软，就说明它里边是完全没有掺面的，就只是肉和马蹄。那像外面很多狮子头呢，如果你用勺子或筷子是不能够很轻易的就把它夹散的，那种就是加了很多的淀粉，就说明它水量比较多。然后肉夹馍我还没有尝啊，但是你看它最大的差别跟外面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肉量好足啊，别的肉夹馍就是扁扁的，然后别人就是那个肉刚刚给你填满，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它是这样，就是撑到爆开，你知道吗？这个肉的质量也是非常好，就非常的软，一点都不难嚼，一点都不塞牙。这个是拉克斯要点的西红柿鸡蛋面，就它到哪儿都是吃西红柿鸡蛋面，非常的固定。看看这儿的西红柿鸡蛋面跟外面的有什么差别。好的，我们现在吃完饭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大饭店这一边搭车去到国宾馆那边去参观了。国宾馆那边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所有进出人员和车辆必须提前报备才能进。我们现在呢也当然有提前做这个准备，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搭上我们的提前报备好的这辆车进去体验一下吧。这边呢是钓鱼台的一个周边商城吧，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刚刚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既然普通人进不来这边，这个周边商城的受众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但是有一些机构啊，或者有一些人员他可以进来的时候，他会很想就是告诉别人我来过钓鱼台，这个就是提供他们可以买一些东西出去送礼的。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买了一些茶叶啊什么的，当做一个纪念吧。
们现在已经进到钓鱼台里边啦，这里边非常大，都是一个一个小别墅，它的每个别墅都有一个序号，从1号楼到18号楼这样子。然后据说呢，1号楼和18号楼是里边最难住到的吧？如果你能住到1号楼和18号楼，就证明你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这样子。那可能很多人其实对钓鱼台的历史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先来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吧。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呢，钓鱼台是我们国家用来专门招待国家领导人还有外宾的。但据说钓鱼台是始建于金朝，在乾隆时期呢，又由乾隆重新建了，变成了它的一个就是游玩地方吧。然后他会经常来这边钓鱼啊、乘船啊，所以叫钓鱼台嘛。这边的水是跟旁边的玉渊潭公园连着的，所以它其实是活水。大家如果来过北京呢，会看到这个环绕的四周都是银杏树。再过半个月左右，等到了就是入秋，真正入秋了以后，这个银杏大道也是北京的非常出名的一大景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了，先来带大家看看这里边到底都有什么东西吧。Go！好的，那我们背后的呢，就是著名的18号楼，又称总统楼，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总统来了都会住在这儿。那名人呢，包括比如说克林顿啊、布什啊、英国首相啊、法国总统啊等等，就这边住过无数个总统。进去呢，现在应该就进不去了，因为里边好像是有在会议进行中。但是就给大家看一下外表吧，还是非常的气派，环境是非常的好的。里边走起来的话，就是腿着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它太大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开着车。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到下一栋楼那边去吧。那现在这栋楼呢，我不是很确定谁住在这儿啊，但是在50、60、70年代的时候，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是曾经住在过这边的。然后这个楼有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是正南的，所以阳光非常好，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那么这边就是御园啦，就是之前皇上待的地方，里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中国式的园林建筑。钓鱼台真正的这个钓鱼的地方呢，就在这个里边，所以我们也进去看一下吧。后面这个是清露堂，目前没有住人，但是里边也可以住人。这个相当于比较灵活，随时安排，里边可以举办晚宴啊，或者住人啊，或者就是临时拿来用都可以的这样一个多功能间吧，你可以理解为。然后那边看到那个楼了吗？就是钓鱼台，我们现在快上去看一眼吧。背后就是养元斋了。那养元斋呢，在整个钓鱼台里面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这个是我们历代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地方。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会议啊，需要洽谈的东西啊，都会来到这边去谈事情。那当然了，我作为一个小菜鸡，我也是进不去的，但是就带大家看一下门口吧，反正环境还是非常的优雅的。这栋楼是钓鱼台里边最大的一栋建筑，然后钓鱼台里边如果要举办任何的发布会啊、大型活动啊等等，基本上都去这边。外面有一个巨大的草坪，那边就是会办一些宴会什么的，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眼。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钓鱼台国宾馆一日游就到此为止了。其实我也只能做到此一游了，不能带大家进去那些建筑去参观，因为毕竟要么里面住着人，要么在开会。那我作为一个小菜鸡，
并没有这样的权限。但是其实进来一次已经挺难得了，就希望大家觉得这期的视频还有意思吧。那立个 flag 啊，就是以后看看能不能找关系进来吃个饭，如果能实现的话呢，到时候再记录给大家看吧。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